朋友们，如何才能从根源上打破执着呢？一般来说，破执着呢包括两方面。首先呢是破我执，我执是一切执着的总根源，认为有一个我才有一切的执着，有执着就有烦恼，就无法明心见性，就不能通达空性。只要彻底明白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，因为这个我背后都是无数个因组成的，这个肉身是因缘和合的结果，而因缘就是这个宇宙的因素。因此说我即是宇宙，宇宙即是我，我执就是顽固地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，这是最大的偏见。我执就带了我贪、我痴、我见、我慢这四惑，它即是烦恼的根源，于是就会产生私心、偏见、矛盾、斗争。所以这个破我执不是嘴上说说而已，而是要彻底认识到它的假象，还要彻底搞明白根本找不到一个我。认识后还要把我执的习气给破掉，那才是真正的破了我执，而后你就没有烦恼，也不会执着什么，也不会有偏见了，那就是大自在、大圆满了。第二个呢就是破法执，比如执着有真实的世界和宇宙，执着有众生和佛，执着道法术，执着语言概念，执着文字相，执着图像，执着色声香味触法等，还有执着度众生，执着成佛，执着修行，执着悟道，执着于境界等等，这些都是一种执着。包括不执着也是一种执着，只要你有一个不执着在，那就是你的执着。这一切法执都要破掉，包括破掉破执这一念。那么如何才能破我执和法执呢？既然有执着，就有能执和所执。能为心，所为境，也就是所执是内在所执着的相分，能执是心识的见分。当我们从一切相分中体悟到见分，即是菩萨应常觉不住。当相分与见分都被空掉，意识处于一种恒常的清净中，就回归了自证分。再证到自证分，那就是证自证分。只有把这些都明白了，才能彻悟我执和法执的根源和运作机制，然后彻底破除我执和法执。好，首先，什么是相分？要理解相分，首先就需要理解心外无物的道理。心外无物是说，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离不开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受。就好像我们喝一杯茶，这杯茶带给我们的所有意义呢，无外乎是下面这些。比如眼睛看到茶水是绿色或者是红色，手指与茶杯的触感，鼻子闻到茶水的清香，口舌尝到温度和味道，念头分辨好喝或是不好喝。也就是说，一杯茶对于我们来说，本质只是种种身心现象而已，离开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身心作用。可以说这杯茶，甚至包括任何一种事物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存在的，这便是心外无物。而所谓相分，便是我们心内的一切身心感受，包括我们任何的念头，对事物的认知和智慧，无论是世俗的、高尚的，还是低劣的，但凡有身体、情绪的感受和思想心理的认知，便是相。而所谓离一切相，就是说要彻底的离开一切身心现象，这也包括了修行相。所谓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便是这个道理。修行是为了教导我们首先放下一切法、一切身心现象，出世的、入世的、世俗的、高尚的，都不要挂碍。简单的说，我们一旦出现我想和我要这样的想法，无论想的和要的是什么，包括智慧、境界、解脱、实相、进步、净土、清净、精进等等，这些都是相。
一旦我想出现，就要离一切相。第二，修见分。初步修行就是修见分，修觉知，修到最后连这个见、这个觉知也空了，可以说就体悟到了自证分，体悟到空性、觉性了。见分和相分，也就是我们的觉知和被觉知的现象，它们总是同步发生的。再拿喝茶来举例，茶水入口的一刻，舌头的觉知和茶水的味道是同步发生的，包括我们所有思想的发生、念头的发生、情绪的发生，一切认知的生发，同时都会有一个觉知在发生，在知道。这时候去找这个觉知，而不是跟着相转，便是修见分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对某种智慧、对世界、对他人有不解和迷惑时，从修行的角度来说，那最本质的答案就是去找到见分，去体会，去找到是谁在寻找答案，是谁在迷惑。当我们体会到一切现象发生时，总会有一个如如不动的觉知存在，这个便是与存在的真相更进一步。只不过这种找和体会的过程不能刻意，不能强求，因为从某种角度，这种找的过程也是一种连续的身心现象之相，稍不留神就又会陷入相中。我们只需要知道，有身心现象便有觉知存在，这个根本不用去找，时时刻刻都有。这就像《坛经》所说，若见真不动，动上有不动，真不动便是代表觉知。找到这个真不动了，就好像一切现象都与我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一切正在变化运动的念头、烦恼、喜悦、担忧、不解，全部都与如如不动的觉知在同步发生，并不会干扰觉知的清明存在，就好像镜像从来不会干扰到镜子本身的存在。找到这种感觉，即是修到了见分。在见分的角度，一切相分都是没有本质区别的，自己的智慧与愚痴没有区别，喜悦与烦恼没有区别，进步与退步没有区别，通通都是相，都是影子而已。这也即是《圆觉经》所谓的得念失念，无非解脱；智慧愚痴，通为般若。再往后就是回归自证分和正自证分。所谓自证分，是说这个唯一的真心觉性，能够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类似于我知道我眼睛能看见，我知道我的心能知道心里的念头、想法，一切都能被证明。就好像在分别的觉知的背后，还有一个总体的知道。在唯识学里认为，见分与相分呢，都是因为80中的自证分和正自证分而产生。从某种角度，当我们不再执着一切相分，便会从见分中出离，见分与相分便会同时消失。换句话说，有身心现象的时候，觉性局限为觉知；没有身心现象的时候，觉知就回归到了觉性。当然，所谓的没有，并不是说一片空无，什么也不知道，而是说我们的大脑不再对正在发生的身心现象进行2次解读和分别，就好像眼睛看见就是看见了，看见什么并不分别，也不去联想、回忆和思考。再进一步，念头产生就产生了，思考就思考了，妄想就妄想了，随它而去就好，不再用第2个念头去解读前一个念头。这个类似于我们之前讲过的限量镜，一切如其本来面目，只是单纯的展现而已。如果你足够熟悉这其中的道理，一切身心现象会在某一个瞬间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，接近消失，微乎其微。这个时候你便会体会到自证分，一切仿佛都安静了下来。我不存在，觉知与现象不存在，念头情绪也不存在，
唯有一种相对恒常的清净存在。就好像一些人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时，感觉什么也没有了，只有一片清净存在。这个也相当于体会到了自证分。参禅也是这个道理，在参究之中，某一刻会突然感觉身体和心里仿佛都空掉了，没有能觉与所觉，唯有一种恒常的安稳和清明存在。这样也便是自证分的体现。意识能够知道相分也没有了，见分也没有了，能够证明自己处于一种没有缘由的清净中。总结起来，就是当我们从一切相分中体悟到见分，即是所谓的菩萨应常觉不住。当相分与见分都消失掉，意识处于一种恒常的清净中，这时候就相当于自证分。而证自证分，就相当于意识还能够证明自证分是什么样的状态。同时，证自证分也可以理解为转变了自己曾经的惯性心态和认知，生活中以前的习惯性反应都改变了，曾经容易烦恼的地方，之后也不那么认为了。以前容易心随境转，现在可以境随心转，类似转识成智，把曾经条件反射、无法自主的愚痴、迷惑、烦恼，转变成了智慧和清安，恢复到了本来的面目。这时候，一切执着便不攻自破了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